大家好，我是贵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弃尸。贵叔，这是我的第一次投稿，这个故事也是从我长辈那儿听来的。我老家住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里的一个小村庄，村子不大，村里大概有40-50户人家。小时候呢，我听我爸爸说，我奶奶小的时候，村庄里人还蛮多的，由于人多，遇到事儿需要商量，于是乡里连同村里一起出钱盖了一个大队，用于村里书记、村长等人的办公。由于大队的宽敞，那个时候小孩子又多，就喜欢到那里去玩。后面有一户人家的老人去世了，因为我们的村儿不大，村里的老人去世一般都是搬一副棺材，然后摆在马路的旁边，而老人去世的尸体就直接摆在里头。但这家人很奇怪，我们村里都是40-50户人家紧邻在一起，但唯独他们的房子却盖在了离村里1公里外的山沟沟里，而且他们还把棺材停放到了大队里头，说是因为宽敞。村里的人家不让，他就闹，没办法了，也就只好让他们放到大队里头。他们直接呢就是将棺材放在大队里，门锁上，除了前2天有人守灵以外，其他时间基本上晚上都没有人在那儿看着。后面随着做法事的人来了，一系列的法事做完，就把去世的老人拉到山里头埋了。但当时村里的人都说，停尸的那几个晚上，一到夜里总能听到大队里头传来奇怪的稀稀疏疏的敲木板的声音。当时他们以为是这家的人来守夜了，也没太当回事儿。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，也没有人去在意。过了几年之后，那户人家家里头出现了许多不好的事儿。老人的大孙子在一个村里把他的小孙子杀了，然后他的儿媳妇也是莫名其怪的发疯。总之就是他们家里现在是闹得鸡犬不宁。于是他们家就去找了当地一个有名的道士来看事儿。这道士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，就问他们几年前家里的老人是不是去世了。随后还说他们家闹的这些事儿都和这去世的老人有关，说是下葬的地方风水不好，让他们家再寻个好日子，重新把老人迁坟下葬。于是呢，这家人便回到村里，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到山里去挖坟。但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当大家把棺材挖出来以后，打开一看，却发现那尸体居然还保存完好。尸体的指甲是青绿色的，并不是干尸，而是像一具刚刚下葬活生生的人，脸上好像还有着一些血色，他的牙齿变得很长。当时去的人都吓坏了，由于当时是白天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尸体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就突然的腐烂，冒出了一阵阵的黑烟。后来听回来的人讲，几分钟以后，那具尸体就只剩下一些已经快腐烂消失的衣服和一团黑色的灰了，哪还有什么老人的尸体呢？后面这老人埋在什么地方，我问过长辈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探险，这是本人的亲身经历。那年我上初中，正是喜欢调皮捣蛋的年纪。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旁，有一栋 C 型旧楼，主楼一共有6层，左边的楼有5层，右边的楼有4层。附近学校的一些学生都喜欢在这栋楼里头探险。有天晚上，我叫了4个小伙伴，想一起进去探一探。于是呢，相约5人，带着手电，在晚上的10点进去玩。这里就以 A、B、C、D、E 称呼我们5个人。刚进楼内，我们几人便感觉到了一丝凉意。正对入口呢是一个向上的旋转楼梯，通往上层。经过协商，我们打算只在2层转一转。
因为外面的楼梯上来就是2层，1层反而要往楼下走。在入口左手的第一间房牌写着103，门是老式的白漆木门，推门就有吱呀吱呀的回响，里面的是一堆的建筑垃圾。而103正对面的104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当天的上午，我其实独自一人进楼探过一点点，当时的104紧锁，踹都拽不开。可此刻我竟然发现104的门居然是开着的。我们几个走了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地的玻璃渣，走在上头嘎吱嘎吱的响。在左手边的地上有一个医疗记录本，里面写了好多的人名。我们感觉有点不适，很快的就走出来，把门给关上。接着我们向左走，左边呢也有一个旋转楼梯，是通往1层。下去以后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门，整个门都被铁链给封着，门上贴着一张大海报，是一个微笑的女人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看着十分的瘆人。我们赶紧的走回2层，继续向左。是一条看不到头的走廊，左右的房间呢有老式厕所，还有着很像宾馆带独立卫浴的空房间。再往前走了一段距离以后，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合影，拍摄时间是1991年，上面有2排叔叔阿姨坐在这栋楼门口的台阶上。正当我想再仔细看的时候，旁边的 B 突然惊慌的大叫，我们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去。我看到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头，从房梁上垂下来一条绳子，这上面吊着什么东西，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被小伙伴们慌慌张张地带着跑了出去。在楼外，我们还没从刚才的惊慌缓过神来，就听另一个小伙伴讲，快看5楼。我们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群的乌鸦在绕着楼飞着。5楼靠右边的一个窗户，仿佛有一个人若隐若现。我们把手电筒打过去看，却突然不见了。大家当时都吓破了胆。1周以后，我们几个又聚在一块儿，他们向我讲述了后来的遭遇。那天解散以后，朋友 C 在骑车回家的时候，老感觉有东西在绊他，摔了3次，胳膊腿上全都是擦伤。朋友 D 回家以后洗了一个澡，便不停地咳血。朋友 E 则高烧39度。朋友 B 的爷爷是一个道士，在听说完这些以后，说他们招惹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给了他几根香一些符，让他们去道歉。他们几个便再次的进楼。这次进楼以后，他们发现所有的门都开着，唯独104房门紧锁，他们怎么都推不开，只好呢在门前插香道歉，随即离开。也许是因为没人住的楼房湿气太重吧。总之，我们之间呢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儿。大家现在上了大学，也都各奔东西了，这件事儿也就成为了一段回忆。埋尸。我有个远房表妹，比我小3岁。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她小学毕业，因为都没作业，所以她一家准备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。我俩住一个房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，一不小心就到了12点以后了，正准备睡觉，突然之间，窗户外传来了很大的沙沙声，像是有个人在铲沙子。但我家附近没有可以挖的土，我随便的开玩笑说，不会是有人掀开了地砖在杀人埋尸吧？我妹妹听了一会儿之后说，她觉得这个声音不太正常，因为如果是一个人在铲沙子，那他应该会累的，铲沙子的频率不会这么整齐。但我们听到的声音间隔极其一致，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，大约10分钟之后，感觉已经到了我们的窗户下面。我家住6楼，那个声音就像是挂在墙上慢慢的爬上6楼一样。这个时候我已经直觉那不是人，我妹妹也吓得抱住我哭了起来。我呢不想在妹妹面前显得太害怕，
硬着头皮说，不然姐去厨房拿一把菜刀来防身。接着打开窗户看看是什么东西。至于为什么不喊家长，我爸妈的家教极其严格，如果他们知道我半夜不睡觉，会骂死我的。而且我爸妈呢不信那些，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，爸妈发火比有只鬼挂在我窗户外更加可怕。我刚下床准备去厨房，沙沙声突然消失了，接下来是铁锹被扔在了地上的声音，再接下来是很沉重的蛇皮袋拖在地上给拖走的声音，越来越远，渐渐的听不见了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突然身后出现了一声铃铛响，吓得我顿时的一身冷汗，连忙问妹妹，你听见没？但我妹说她没有听到。当晚我俩大被蒙过头，却一整晚都没怎么睡。第二天一早就一起下楼去看，找了几圈，确定楼的周围呢没什么痕迹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依旧的记吃不记打的半夜不睡觉，但再也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。我呢也渐渐的忘记了这事儿。后来我远走他乡上大学，跨了2个省。因为学医，大一上学期开了系统的解剖课。我身材比较高大，力气也大，从小习惯了和男生一起做体力活。那天是应同学的要求，把一具尸体抱住，翻了个面，好观察他的背后。抱的时候，我就隐约地听到了一阵铃铛响，但我以为是某个同学的手链声，于是没有当回事。下课后，我对着那具尸体，应该叫大体老师，鞠躬致谢，还遭到了一个同学的嘲笑。当天晚上晚自习我出去上厕所，我的教室在走廊的尽头，厕所在对面的尽头。中间长长的走廊上，所有的灯都是坏的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迟迟的不修。进厕所的时候，我很确定里面没人，但我出来洗手的时候，最里面的隔间门突然打开，砰的一声，门板撞到了墙上。我看过去，没看到有手推那扇门。接着我听到隔间里有铃铛响，那声音速度非常快的离我越来越近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下意识地回头往教室跑，一路跑，铃铛一路的在我身后响，像是有个看不见的鬼拎着铃铛在追我。他离我应该只有1步之遥。到了教室的门口，我打开门，灯光照在了我身上的瞬间，铃铛声戛然而止。那个学期放假之后，我回家和闺蜜聊起了这事儿。闺蜜觉得可能是大体老师觉得走廊太黑了，为了感谢我向他鞠躬，故意陪着我走。而那铃铛声也许和多年前的铃铛同一出处，是大体老师阻止了铃铛的主人伤害我。至于真相如何，我无从得知。小乔。大概是20年的夏天，我放5一假，从学校回家坐了1天的大巴，特别累。晚上吃了饭，我早早的洗漱好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然出现了类似江南的那种青砖小巷子里。雾很大，灰蒙蒙的，并且小巷子只有一条直路，尽头离我不远，但就是看不清。灰黑色的雾气全部都给遮挡住了。我突然就反应过来，我是在做梦。我向来是胆子比较大的，所以呢就继续看着梦的发展。我记得我摸索着石头垒成的墙向前走，地上墙上全是青苔，脚下的青砖还有点松动，走起来嘎哒嘎哒的响。我一直往前走，就感觉突然走到了另一个地方，一脚就迈到了一个大院子里。这个大院很奇怪，它不是踩在地面上，从大门到堂屋中间有段路是石字的平的桥，桥底下全都是水，虽然看不清，但我知道是水。石字小桥的中心呢是一口大缸，我家在农村，对缸也很熟悉，一般都是砖红色的，但这个则是灰黑色的，缸里头只有黑乎乎的水。我往前走着，走到堂屋，
就像是电视剧那种大宅子里那种的样子。不过椅子是灰黑色，连墙上挂的也是灰黑色的，具体看不清。我再往前走，突然我就来到了下一个画面。在这个画面里，我穿着类似于明清或者近现代那种新娘子的嫁衣，我还被盖着盖头，虽然眼睛被挡住了，但我能够看清盖头外面的样子。我看自己的衣服，绣着龙凤的样子，坐在木床上。我看向周围，床的左边有一个梳妆台，镜子也是铜镜。我站在镜子面前看自己，就跟古代成亲的新娘子一样。我看着旁边，屋子中间有个圆桌，桌子上摆着红布，上面还放着东西。我刚走到桌子的旁边，门突然被打开了，我吓得直接退回到床上。一个扎着长辫子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不说话，看不清五官，脸上很是模糊，但我能够看懂他的情绪，不是成亲的高兴，还有点沮丧，或者说是叹气的那种感觉。虽然五官看不清，但我清楚地看到他穿着红紫的成亲的衣服，上面绣的纹样我看得也很清楚，跟我的一样。我瞬间冷汗直流。那个男的进屋并没有什么动作，进来站到圆桌的旁边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突然门口出来一个老婆婆，感觉是这个男的母亲。这个老婆婆也是看不清五官，衣服就像是古时候的有钱人的夫人，现在只记得穿的紫色的衣服。她自从出现就死死地盯着我，用很恶毒的目光。我还能感觉到她在骂我，那个男的应该是在跟她解释着什么，时不时的还看我几眼。我看不清也听不清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咒骂着我。我掀盖头就想跑出去，当我跑出门口，老婆婆和那个男的也不来追我，就感觉老婆婆的眼神很是得意。迈出门口，我直接来到了十字小桥的水缸旁。我突然也不着急跑了，我想低头看清楚水里头有什么，可我一低头看就突然惊醒，睁开眼摸着自己的被子，有了回到现实的感觉。到这时候我还以为呢是平常瞎歪歪的做噩梦而已，平复了一下就继续的睡。第二天我也没当回事，白天还是跟平常一样，到了晚上收拾好睡觉，睡得很快。梦里一睁眼，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梦里全部都跟昨天一样。这个时候我还以为是昨天记忆得太清楚，所以今晚呢又梦到了。在梦里一段段的经历过后，我还是从屋里跑了出来，老婆婆和那个男的还是死死地盯着我。我低头看水缸，也就从梦里惊醒。也是，我这个人心比较大，到现在还没当回事儿，直到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我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对了。为什么每天晚上做一样的梦，每次到水缸的时候我都惊醒？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段时间不是我第一次做这个梦，第一次应该是再早1年，只不过当初就做了1次的我没当回事儿，时间太久了我才想起来。在第6天的时候，跟我妈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说起来这事儿，说我晚上在家睡得真死，打雷半夜过来呢给我盖被子，我都没醒。我妈说我这次回家呢怎么这么懒啊，都不愿意动弹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口气全跟我妈讲了。我妈听完了也没有刚开始的笑意，她变得很严肃，让我拎着个小马扎坐在院里晒太阳，她自己则出门了。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中午近12点左右，我晒了没一会儿，我妈就从门口回来了，她手上还拎着一段树枝。我妈说这是桃树枝，那个树枝非常的粗壮，看着很舒服。我妈拿着这个树枝呢，在我房间里晃了一圈，接着把一整个树枝压在了我的枕头下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压了树枝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梦到过这些东西了。假期结束回到学校，我妈也给我把树枝带了过去。再后来就没啥怪事发生了。
而我当初为什么会一直做同样诡异的梦，我至今想不明白。故宫。2018年7月中旬，我在北京集训画画，为了礼貌就简称 A 画室，是由3个4合院打通后成了一个大合院，外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湖。正值夏季，所以湖里还有非常多的野荷花。重点来了，因为来集训的都是外地的学生，所以画室组织了一场校外的活动，为了一些绘画素材，是故宫。我们到了以后就是各种的拍照，各种的打卡。因为认识到了新的朋友和师姐，昨晚又吃了很多的零食小吃，我肚子痛拉肚子，跟老师报告以后去找了洗手间。身为大重庆的女孩子，让我路痴可真的是很难。解决了问题以后，我就去找同学们了，结果发现我迷路了。走了很久，再经过一条很长的甬道，在园区里看到有很多穿旗装汉服的小姐姐在拍照，也有剧组在现场拍戏。走完通道之后，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在前面的一个拱门处站着，穿着蓝色的旗装，又闻到了很浓香的味道。我以为是某个剧组的工作人员，就去问路。这里拍照的人很多嘛，那如果是遇到明星的话也很不错呀。想着我就跑过去，但那过道像是自动延长了一样。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，心想这点儿应该没人知道我的名字吧。转头就一眼黑，这时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脸和手，还把很烫的布放在我的脸上，很香的味道，像是薄荷味道一样。我身体不太舒服地扭动了一下。这时候我听到有人说，来人，快禀告，说是醒了。很尖的声音，人影重重，来回的，又是一个红色的模糊身影，看着像是醒了，赶明儿让喇嘛婆来瞧瞧。这时我感觉到能睁开眼，但还是模糊的，就像是隐形眼镜取下来了一样。整个房间里是古风的，金碧辉煌。又一眼黑，听到有人说，这是欺负我老耳朵了，有几个脑袋，诓骗我，明儿个就打发出去。像是老太太一样，声音又像是吃着东西包着说话，很尖细。哎，他还小，魂倒是来了，模样也7、8像。人不对，但和我囡囡一样，孤的形儿，怕是去了太君殿享福了。香味浓郁，又是蓝色的衣服，人影重重。听到什么永祥极乐，千岁吉祥，那声音就跟是大合唱似的。突然我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动了，应该是有人掐了我一下。很久，我突然醒了，就像是掉入了深渊一样难受。室友说，你居然跑到了景仁宫躺在地上，胆子可真大，我们找你找了好久。我躺在游客中心的椅子上，老师给工作人员说了情况以后，就让我们走了。回去大巴的车上，我摸到裤子口袋里有一个手链，看起来很是古老。路过宫门，城墙上仿佛看到了那个身影。这一切都是幻觉吗？废弃工厂。这是发生在我朋友 A 身上的一件事儿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他还记忆犹新。我朋友 A 是某体校射击队的一名学生，平时酷爱 war game， 类似真人 CS。在一次假期他相约了6个小伙伴 A、B、C、D、E、F 去了一个郊区的废弃工厂，进行为期3天的活动。他说在活动的前一天，他和 B、C 去探过点。这个工厂离市区有30公里，里面非常的空旷，一共4层。工厂被蓝色的铁皮围着，铁皮的中间有缺口，周围杂草丛生，荒无人烟，没有驻守人员。于是他们约好了次日的白天开始行动。第2天上午，他们从缺口进入到了工厂的正门，入口有2道玻璃门，
第一道门进去的左手有一个木凳子，推开了第二道门，就来到了第1层的大厅。大厅的中间呢有一张铁架床，左手是一排老旧的玻璃木门。推开门以后是小房间，从小房间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往上3层房间的设计类似如此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行动。在一轮激烈的游戏以后，朋友 A 扔的一个烟雾弹找不到了。他清楚地记得用完以后将罐体放在了2层大厅的一个角落，可就是找不到。最后，由于时间太晚，先开车回家了。第二天，他们早早的就来到了场地，可这回场地发生了变化。首先是第1道门左手的凳子不见了，1层大厅的铁架床被移到了2层。刚开始他们也没在意，直到他们在2层活动的时候，1层突然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，吓了他们一跳。一行人急忙地下到1楼，只见左边那个小房间的门框上的玻璃碎了一地。朋友 A 在队伍的排头，正准备走过去看看，却听见后排的朋友 B 在大喊：“谁推我？”所有的人都看向了他，发现他是排尾，他身后根本就没人。这下他们都有些慌了，赶忙的收拾东西，准备先撤。朋友 B 在收拾背包的时候，发现买的战术防割手套被划了3道口子，里面的纤维都翻了出来。可问题就在他今天根本就没用过这个手套。大家议论纷纷，越发感觉到不太对劲，收拾好东西就匆匆离开了。本来事情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，可我那不信邪的朋友 A 觉得这大白天的几个大男人还怕这些，便在第3天再次叫上了几个小伙伴去到了这个工厂。这一次他终生难忘。首先是原本在2楼的铁架床竟转移到了工厂的正门。进入工厂，昨天散落一地的玻璃不见了，甚至一点的玻璃渣都没有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再就是消失不见的木椅子出现在了2层的大厅，而他第1天丢失的烟雾弹罐子居然出现在了上2层必走的楼梯上。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大家心里呢都有一些不安，但在朋友 A 的鼓动之下，还是抛之脑后的玩了一整天。就在他们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时，楼上传来了非常急促的脚步声。大家惊慌地看向了楼梯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咚咚咚的声音响彻工厂。终于有人绷不住了，大喊得快走。随后几人都赶快地跑出了工厂，赶紧地驱车向市区开去。朋友 A 讲到这里长舒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如果那天我们再多待会儿，等楼上那脚步从楼梯上下来，不敢想会发生什么。猫咪。小时候阴气重，经常的出现幻觉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所以我到现在都是妈妈陪着我睡觉。如果妈妈不陪我睡的话，我就会频繁的出现噩梦。小时候没有一次妈妈没有陪着我睡的。那年嘛，就好多人都得新冠，我妈也得新冠了。为了不让我们全家传染上，我妈呢决定单独的睡在客房里，我和我爸轮流的照顾妈妈，这就导致了妈妈和我分床睡了。当天我一个人睡，特别害怕。我还小，也没什么电子设备，床上有我的枕头和妈妈的枕头，我就一直感觉到我妈睡的那边有人在呼吸。可当时全家人都睡着了，但呼吸声格外的明显。我当时又极其的清醒，也不可能是我的呼吸声，因为我察觉到有呼吸声的时候，我自己已经在数着我自己的呼吸频率了，而这频率根本对不上。我越想越害怕，接着又想到了，是不是我第一次自己睡觉出现幻觉了呢？当天因为是我照顾妈妈又很累，所以很快的我安慰着自己睡着了。下面是我做的梦。我突然睁眼，结果一片漆黑，是被呼吸声吵醒的。我有些不耐烦，转头一看，发现一个像假人模型的人躺在我的旁边。
我的卧室灯就在床前，因为父母担心我晚上一个人睡觉害怕，所以专门找了个灯放在了我的床前。我当时起身呢，就一直的按开关，但怎么按都按不开。突然出现了一声很嘈杂的声音，像是使劲的把这塑料袋揉捏一样，然后我就被人使劲的按在了床上。那个人像密封袋一样把我按在床上，我都呼吸不上来了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就开始骂着脏话，边哭边骂。正当我骂得起劲儿的时候，我突然醒了。当时眼泪已经湿了我的枕头，全身上下的酸痛，呼吸也特别难受。我赶紧的把灯打开，看了一下时间，正好是5点。当时特别害怕，连卧室都不敢进了，就一直的待在客厅。但我又因为害怕不敢睡。家里当时养了2只猫，那2只猫呢，突然特别的害怕我。要知道，平时我的2个猫都特别的黏着我，除非它们累了会自己找地方睡，这次却格外的害怕，都炸毛了，还对着我一直呜呜的叫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对着客厅的窗外发着呆。差不多9点左右，家里人都醒来了。之后我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我的父亲。父亲叫我不要害怕，他让我回房间里补一个觉，他呢坐在我房间的沙发上看着书。这次我什么梦都没做，但醒来以后就是特别的累。老话都说猫通灵，狗通人，联想到我家猫咪的古怪行为，我总觉得事情并不简单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